今天的天气其实还算不得好，这回又下起了小雨。众人在快餐店解决了午餐，出海前的工作也全部准备完毕。饭后，大家再度上了船。此刻的风浪还是不小，小船是不敢出海的，但自家的船问题不大。随着一声鸣笛，船缓缓地离了港。随着海浪，船还是有些晃动。林浩不准大家再收拾东西，全部回到柜舱里躲雨。连着几天风浪，这次出海应该收获不错。别太紧张，咱又不是空不起。不能这么说，这次肯定能爆仓的。行，肯定能爆仓。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老猫没有之前那么放松，因为这回的小雨导致能见度下降，再加上风浪，舵向很容易偏。而此刻柜舱内，大家自然不能直接躺床上，全都窝在中间的区域，还是有些挤的。阿和嗅了嗅鼻子，下一刻皱起了眉头。什么味道？谁家的咸菜缸子打了，又臭又酸的。有些受不了，我先出去了。阿友干呕了一声，拿起自己的雨衣先跑到了外边，阿和紧随其后。没一会，柜舱里就只剩下赖林两人。老二，你这脚是毒气弹啊？赖包捂着鼻子，瓮声瓮气地说了一句。林老二也尴尬得要死。包哥从小就这样，我也没办法啊。那你不能穿拖鞋啊，非得穿不透气的胶鞋。我穿拖鞋不跟脚，阿浩又不让在船上赤着脚。林老二越发的委屈，以前在船上他都是光着脚的，这样不捂脚其实也没啥味道，但这船上规矩多，阿浩不允许光脚，而他也是笨到家了，这么大的人穿拖鞋还不跟脚，没走几步拖鞋就会掉了。你不会买那种带绊的凉拖啊？那种不捂脚。行了，不说了，我先出去了。赖包也有些受不了，早先没咋注意，是因为大家都是又累又困，钻进柜舱头一挨枕头啥也不知道了。但这次大家刚出来啊，林老二也真是的，大家全挤进柜舱里，他嫌捂脚，还把胶鞋给脱了。等到林老二也出来时，大家一致决定不准他再穿胶鞋，必须换成拖鞋，而且进柜舱前必须用肥皂洗脚。我穿拖鞋不跟脚啊？简单，把拖鞋后边钻2个眼，找根绳子编一个绊子。阿晨动手帮他的拖鞋做了改进，于是乎林老二就多了一双很另类的凉鞋。林浩发现这帮人下雨天不老实待在柜舱，全部跑出来，便好奇地问了一嘴。当得知原因后，他也没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林老二的脚，他早先可是见识过的，那味道还真是超出了人忍受的生理极限。你们这么无聊，还不如去游戏里体验一下。世间美女千千万，命运盛气全都占，可是最懂男人的游戏。游戏内各种风格的美女全都有，每个角色都有高品质的3D 建模，均可360度无死角观赏。哦，这次刚出来太无聊了，哥，这个在哪下载？9月14日官宣上线，登录还送蜜雪儿648顶奢皮肤。阿浩哥，我也无聊，也想去体验一下。我也去体验。行啊，你们都去左下角下载吧。风变小，船速也能提起来。林浩再度回舵舱时，看了一眼系统，今天的系统幸运值有45个点，不好不坏，指向的则是东北方向。刚关了系统，就听老猫问及：阿浩，出了内湾，今天咱去哪边？还是南边的海沟？往东北方向吧。上次海沟的收获很一般，林浩还是打算跟着系统的指引走。跟着林浩出海日久，不仅是老猫，大家都养成了习惯，特别是在确定渔场时，最好还是听他的。怎么都跑出来了？林浩笑着把林老二释放毒气的事给说了。老猫笑着道：之前就闻见了，我还以为是赖包的呢，没想到是老二。随即老猫又讲起以前跟远洋船的经历，那个舱柜里的味道才叫难闻，环境才叫差。因为远洋船淡水有限，所以大家压根没有洗脚的习惯。休息舱内不仅是汗臭味、脚丫子的酸味，甚至还有一股子尿骚味。大家睡觉的动静是各式各样的，有说梦话的，有磨牙的，打呼那是太正常了。阿浩，这回浪好像更小了。老猫看了一眼水测仪，再度道：要不咱下网试试？下午1点多离的港，刚开始风浪大，其实船速并不快，现在差不多5点左右，水深在40米左右，倒是符合下网的条件。他看了眼系统，发现指向东北的箭头已经非常淡了，说明离目标区域已经非常的近。行吧，那就开始下网。林浩确定好之后，便拿起无线电对讲器通知奋斗号，让他们往南行驶，与团结号保持1公里左右的距离，平行下网。下网。原本懒散的6人快速起身，集合到船尾，确认船速下降。阿四阿友2兄弟拖着网尾，便甩进了海里。赖林2人则站在船尾两侧，等到网全部入水后，再将挡板给抽出下到海里。挡板的作用是为了撑开巨大的网口，没有挡板的话，随着船速水流会让网口合在一起，到时鱼可就进不了网了。这回天气已经完全放晴，林浩闲得无聊，拿着钓竿站到了船尾，好长时间没钓鱼了。他挑了一个防针饵，随着船速直接放出了近200米的线，马上到晚餐点了，只指望钓个2尾当晚餐。这种随着船速的钓鱼方法，有点像放流和拨耙的结合，没一会竿尖一沉，他猛地扬竿，还真的中鱼了。哥，你中了鲨鱼！
阿和兴奋地搓着手，钓鱼和用网捕鱼的快乐可是不一样。犹豫了一下，他也跑进库仓拿了一只鱼竿出来。林浩这边还在收鱼，根据杆子传来的拉力，可以确定这尾鱼不小。其他几人全围在他身边，不时地议论两句。近100米的时候，鱼突然浮水洗鳃，但因为太远，还是没看清品种。好像是鲈鱼，不像，看着倒像是马鲛鱼。明显更宽好吧？怎么可能是马鲛？倒有点像牛港。林浩有些恼火，花了20分钟就钓上来这么一个玩意，鱼并不小，大概有个7、8斤的样子，但却是本地最嫌弃的一种鱼——海鲢。取下饵钩，林浩直接将鱼从尾口放网的地方给踢下了水。没一会，阿和那边的鱼上来了，是一尾10斤左右的大鲈鱼。不是海鲢。阿和喘着粗气，高兴地笑着。不错不错，这一条至少值个200多块。赖包觉得这是好兆头，说不准这一趟能丰收呢。阿浩，要不要帮忙？阿斯看林浩还他在甩膀子收线，便问道：“没事，还有最后50米，也该上来了。”林浩回复，又扭头看了一眼那尾大鲈鱼，笑道：“阿晨，直接拿去做晚餐，今晚就吃它了，一半炖汤，一半蒸出来。”阿晨答应一声，便提着鱼去准备晚饭。林浩感觉另一头的鱼好像也没了力，他也加快了收线。没一会，当鱼浮出水面时，大家皆是欢呼了起来。洪天，真大！卧槽，阿浩你太厉害了，这么大你一个人拉上来了。阿友瞪大双眼，不是看鱼，而是看着林浩的胳膊，看上去跟自己的也差不多粗啊，怎么就那么大的力气？抄网呢，快点！林浩话刚说完，阿斯就拿了一个大抄网，等到将鱼抄入，还让阿友帮忙，两兄弟一起才将鱼给拖上了甲板。这是一尾足有50斤重的牛港参，属于典型的强攻击性上层水鱼类。除了马林和金枪家族，上层鱼的价值一般都不会太高，牛港也不例外。现在的价格估计也就20块1斤，但这尾鱼足够大，看着还是很喜人的。不错，能值个1000把块呢。将鱼放了血之后，便抬进了冷库里。仅从口感上来讲，牛港是比不上鲈鱼的，况且这么大，船上就8个人也吃不完。林浩过了手瘾，便打算收竿。阿友吵着要钓，他便把竿给了对方。结果一直到晚饭点，阿友依旧是空军，那个郁闷啊！